Sup Sup Show，大家好，欢迎来到 Sup Sup Show，为你带来最新的财税资讯。那最近啊，我们做生意的或者是每个企业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烦恼，我们的这个多世代的共生 （cross generation），我们有 baby boomers 啦，我们有 X 时代嘛，我们有 Y， 我们有 Z。我们现在还有新的 Alpha 已经要开始进来了，所以当我们这样多个 cross generation 一起融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肯定会遇到一些非常大的挑战。同时间 AI 的来袭，然后又搞到整个市场的风向啊、adoption 啊，全部东西都不一样去了。那这个 AI 会怎样影响到零售？而且零售应该要怎样用 AI 来逆转这一个时代呢？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Dr. Cassandra。Dr. Cassandra 是企业管理和人才战略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在 MRCA Academy 的一个非常大的好的朋友啊，也可以讲是我的上司这样。不能这样子说，可以讲是我的上司。他不仅是一个有工商管理硕士 MBA， 同一个时间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CEO，SH Retail Academy 的 CEO。他还曾经创下短短2个月内斩获1亿业绩的一个神话。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跟他学习的。我自己要问他，讲可以可以看一下，讲救一下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 Dr. Cassandra 来讨论一下这个人才管理的部分，还有这个 AI 要如何逆袭。大家好，我叫 Dr. Cassandra，华语的名字可以叫我曾义荣，容易记就叫曾容易啊。曾容易你好。Dr. Cassandra， 这样作为一个 SH Retail Academy 的 CEO 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学院它创办的时候这个初衷是什么？然后你们目前现在有一些什么核心一些 training 啊，或者一些项目啊，是可以帮助企业或者是零售企业解决我们人才跟一些运营上的一些痛点的。其实做这个培训啊，真是不是说一个人有很大的这个理想，而是从痛点跑出来了。当时就是很多人就接触 Mr. KH Lim 嘛，就是 Senheng 现在的 MD， 那要他分享怎么样转型。在转型之中呢，很多人就会说，我要转型，就是我开更大的店、更多的店，我去装修，我去有更好的系统。往往输在哪里？就在人要做事的时候。那他从那边就开始让我们去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怎么样管理好人，就到达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不同的 generation 啊，怎样管理好这一个不同的人，从 HQ 在店面不同的这一些管理的岗位，怎么样更加有这个 collaboration 啊。所以 Senheng 就是 SH 就是 Senheng 的意思啊。是我真的还不知道这样你 train 了这么多的 not just Senheng 啦，还有这样多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零售，然后又达到2个月里面可以创到1亿的业绩。那个时候是怎样达到这个业绩的？可以分享一下，想学一下。是的，所以很多时候老板你问他要培训，他就是首先第一句话，我的 ROI 是什么？业绩可以增长几多？那当时就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从培训的出发点是先培训团队。那其实在人的这个角度里面，只要我们把这一块做好，那业绩这一方面就会突破。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当时给的一个技术就是说话术了。那教了这个说话术之后，这个企业家跑回来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的生意增长了200倍。所以我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增长了200倍，而且他从1间店变成7间店，在短短的6个月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说话术可以改变这么多。所以 soft skill 还是很重要啊。是要讲去 manage 人家 manage customer，manage 你另外一半，是不是很特别可是当然我们讲到培训了，我就可以分享一下一些挑战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讲说，我们要做培训的时候，我们零售吗？那零售开店一定要有人啊，这样怎样去参加培训因为培训不是没有人做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挑战呢？对啊，就好像鸡蛋跟鸡那样子，对吧？可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回到去想这个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它到最后第7个好的习惯就是要 sharpen the saw。如果我们一直用一个钝的刀，一直切，再做下去，就是不能做到更好。那我们需要停下来，找一个新的方式，就好像沟通一样，解决问题一样。如果我们一直用同一个方式，可是要一个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成果，那我们就永远就一直在那边围绕住一个旧的成果。
那 that's why 我们得到很多这个企业到最后理解了这一点，他就停下脚步，就拿1天的时间去重新的去打造出一个新的目标，打造出一个新的 motivation， 这样子让员工回去更加的有能力有力量去做工啊。必先利其器，你得 sharpen your sword。像其实刚才我们讲到in terms of 这些 training 啦，所以你讲的这样多的个 training， 其实 before 你们 plan you know just one of the training 啊，或者你们讲去规划这个课程或者培训，可能讲说你们是不是在这些企业上面看到一些痛点，好像刚才你讲你们可能是做比较多零售的，那这些零售现在面对的痛点会是哪一些呢？或者人才部分可以分享一下。可以看到这就是3大部分啊。第一就是人啊，人这一方面，我们有经验的这一些经理啊，很多时候他们会产品，可是没有新的这个技巧。那新的员工 New Generation Gen Z 进来了，他有这个技巧，可是他又没有这个心思去顾客户的心啊，耐心的问题，对耐心的问题啊，做这个客服啊，他又没有这个耐心去做。那在这一边人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 gap 啊。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钱。我们讲零售的话，就是讲利润嘛，就利润就越来越薄，可是一直在转型啊 ，AI 又进来了，利润薄了，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利润里面再 reinvest， 再做过一个重要跟很好的决策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人就是在看库存啊、打广告啊这一些，如果放到不对的地方，那么到过后呢，就是利润就是越来越薄。所以很重要，就是看怎么样把这一个赚回来的钱放在对的地方，培训的地方。可以留人，可以放在 AI 的地方，而且怎么样放在 AI 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 AI 是一个非常昂贵的 investment。那还有第3个就是客户的流逝。所以现在 Malaysia 呢，就是有一个很潮流啦，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去排队啊。可是到过后呢，他们又很快啊喜新厌旧就是又去了其他地方。那如果身为企业家、身为零售家的话，怎么办呢？客户就一直去 try 新的东西，他们几时可以回来几时才会回来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呢，零售更加的需要用 AI 来看客户的数据，不只是看数据，看他们的 lifestyle 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平时做些什么，怎么样去把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服务放在他们的 lifestyle 里面。第二呢，就是在客户真的是进店的时候，怎么样给他最好的这个体验。因为如果这个体验做不到的话，那最后其实零售就是那一个温度，就是不能被 AI 取代的一个地方刚才你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很多人都是跟风嘛。对，这样零售有没有一套是如何制造风？确实是有可是要非常的就是小心的去看这一点，因为当很迷茫的跟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迷失了我们的这个 positioning， 我们的定位，就是客户怎么样认得我们，为什么客户来。如果我们一直去追跟风的话，那么我们就损失了这一块。可是如果我们跟住定位的话，可能你会创造出新的一个风。确实，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客户啦，我们自己的，那他们呢，就是一定要靠打广告咯，所以打广告了过后，那个风过了，他又下回去，他的业绩又下回去，他完全没有办法维持，他就一定要放广告。可是广告如果用 social media 来一直放广告的话，到后面他的那个程度就是到那里而已，去的都去过了，要懂的都懂了，所以到后面还是要懂整个你的定位，你的 positioning，你的 long term 长期的这个战略是什么，来维持在这个 market 吧。这个是真的，我非常认同，因为定位这一块呢，就是人的这一块有这个 creativity， 这个创造性。因为 AI 呢，它是有限制的，可是人呢，你的创造能力是一直可以增长。那定位在这一边，如果你加上你的创造能力，它会改变这一个你在市场里面你可以得到的客户，甚至员工的凝聚力，所以都是以创造的这个能力去做出来的，让他们更加的有温度感我们讲在培训那当然我自己也是做培训我们是比较 boring 的，
law 啊 technical things 很啦。好啊，technical 的东西就是赢在那边，没有白没有黑，就是直接是这个是最对的方向，这个就是 standard，这个就是 best practices。不对不对，你刚讲没有吗白没有黑就是有灰啊。所以那个 legal is always great， 知道没有？It's always about interpretation。But 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在我们讲到 soft skill 的部分，个人认为啦，看一下你赞同没有？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生涯里面，hard skill 重要，可是 soft skill 更加重要。就我们讲回一个中国非常有趣的一句话，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嘛。这样如果三个 skill 不是很厉害，可是他们可以融在一起，可以合作，那他们的可以创造的那个创造力，肯定是比一个诸葛亮来的更爆发的。这样我们在这个核心的整个 soft skill 里面呢、或者你看到很多老板他们有说，培训了这样久又看不到效果啦，然后我的这个又不 long term 啦，然后又没有看到成绩啦，这样在你培训的经验里面呢、你会看到有时候最大的瓶颈是什么？maybe 我用一个更有趣的方式讲啦，你觉得很多时候是员工需要培训，还是老板也需要培训？都是啊，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呢，其实很对的，就是好像这一句话我非常的相信 ，IQ 可以让到一个人拿到升级 promotion， 可是 EQ 可以带你走到更远更广，因为在 EQ 这个情绪这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在挑战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有这一个高的情商，有这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可是讲是很容易，做的时候会怎样的？遇到了什么瓶颈？尤其是培训啊，会遇到，往往会看到企业把培训当作是一个互动的方式，来啊，一个 event， 我有吃饭罢了，来这边吃东西，然后就回对啊，开心聊天，打包啊，开心吗？快乐吗？然后回去又 back to business 了，又做回平时做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善，这是第一个会遇到的东西。第二个会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去培训呢？因为老板叫我咯，所以他来的一个心态呢，就是说我来满意我的老板，甚至有人来说不想去哦，讲到什么也听不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培训真正它可以改变的地方，它需要一个 series 的课程。那不只是一个 series， 那你会想要在当中有些什么 KPI 啊，有些什么改变啊，你都需要已经有这个策略好了，有什么 reward， 有什么 punishment， 在培训里面才可以有很好的效率。可以这样子讲嘛？就好像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读好书要去考试，所以它就好像一个 follow up 的一个 progress， 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懂，有没有真的在做，有没有真的进步，是这样的意思吗？对对，那他们就认真的去做了，也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去做。说我见到当有 HR 他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连上网课员工都会开他们的视频，他们不会说我现在有顾客啊，我不得空啊，他们不会这样子，连在 webinar 他们都可以开视频跟你聊天。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首先需要内部的 HR 有这个文化，有这个定义跟这个意愿，让员工知道为什么我们做 training， 我们 training 是不是为他们好？因为 training 也有一个瓶颈，也是时常导师进来就是警察进来就要找哪里做错哪里做错哪里错的，其实不是我们是来 support 他们的，我们是来让他们可以更好做事，更开心的做事的所以都是看内部的 HR 怎样去把这个角色画出来给员工看可我相信除了 HR 之外，老板也要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也要懂得怎样去参与或者 motivate 他们吧，就可能把这个 objective 讲出来。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一些 HR 也是又上课，也是老板教的，我就叫你们去老板教。对对，通常会看到，如果老板是很喜欢上课的，他也会很支持，他会 share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上课，然后他也会问他们，你们上课了过后，你们在工作里面有些做了什么改善啊？这样子这个问题呢，我个人会这样子认为啦，就是可能老板有一些想法，要他们去上课，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老板可能有上一些课觉得很好，他就想要员工一起去上。可是来到员工的时候，员工想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变成他们很难做到怎样做到合一啦，就目标会一致。像这种状况下，尤其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做 cross generation 嘛，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可能会跟了老板很多年，可能会明白老板的用意，可是有一些可能又不明白这样他们应该怎样做来去打破这个沟通上的一个僵局呢？
应该 put all the tigers in one room。是的，就在老板的这个愿景啊，来去思考，就是我今年要做几百万这样子，那员工就是就是这样子，只是去认同，然后呢？知道 account 会讲吗 ？account 就是吹水啊你，怎么可能骗人啊你，画大饼。对，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东西？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一个上下都有一个共治这样子？那往往啊，老板会认为，我给你这个目标，然后过后我有给你bonus 吗？然后你就可以做了。可是，在员工的心态，为什么我要这个 bonus？ 尤其是遇到新的这一代他们好像不是很稀罕对。那要怎么样讲呢？那我时常会遇到的就是我们会需要让他们知道，在这个比方说500万，我们500万的业绩达到过后，我们会有什么家电？他们会得到一些什么店长，成为店长新的这个带团的平台，让他们知道得到业绩的背后的情景是什么，而不是单单只是业绩，所以这边就会首先就已经有了一个 gap 在那边了。这样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子讲，就是 reward system 啦，就是从 reward system 以不同的职位跟不同的 reward system， 我们可能要去 build 一个好像一个梯子这样一个 ladder，一个 corporate ladder 啦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它每一个 level 呢都会达到它的一些 reward system， 所以它达到一些奖励是什么，然后一些认可是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全部规划好来咯。对，加上现在不只是年轻的，他不只是要一个钱而已，为了钱还是为了 position。我们得到一个资讯，就是说他们想要学新的东西。那你问他们，你想要升级吗？大部分的回答你说，我比较想要学一个新的技术多过得到一个升级，或者他跟你讲，我需要 work-life balance or mental health多过我要升级。那在做老板的岗位要怎么办呢？看重的地方已经不一样了。那在这个不同的 generation 里面，我们其实有去问比较有经验的管理的经理，一个 survey 这样子一个 survey 的这样子，说问他们害怕些什么东西，管理年轻的时候，那他们就时常就有说害怕他们的方式没有用了，然后他觉得加上年轻的吐槽，他们在那个 message 里面都看不出他们的表情包是什么东西，他们会有这种害怕。那我们倒转，我们去问年轻的，你害怕些什么？他就觉得我其实害怕的东西就是看到很多企业就是说会裁员隔夜的这样子裁员，说年轻的都已经看到我 loyal 不代表我这个工作是 secure 的。所以他看到的一个方面不一样，而以前的方式就是你 loyal 你的工作就是一定是 secure 的，已经在这个企业里面有很大的差别了loyalty to reward 的这一个意义了。可是当我们真的是 deep dive 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他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在担心自己在公司的意义是什么。年轻的一代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不愿意拼，而且他是想要找到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和你一起拼。他一定有一个 reason 啦 ，What's the reason？ 怎样去 move forward？ 他要达到的目的跟目标是什么？对，那我其实在去年6月的时候就有体验到这个所谓的意义了，因为去年在6月的时候我就被 diagnose 有这个乳癌啦，所以我就完全身为 CEO 就完全不能够碰做工的东西嘛，要去开刀要去做 treatment 那一些，那怎么办呢？我的整个团队都是 Gen Z 没有任何的 instruction， 没有任何的 guidance。 那时候我很出奇的就是发现到他们全部东西都做到很好，他们达到了业绩的目标，他们每天就是照常运营，而且还做得更好，根本没有人去指导他们，没有人去给他们 instruction， 没有人去给他们 KPI， 就这6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边我就发现到其实 Gen Z 他要找的一个地方就是意义。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工作的意义，他们的岗位 to support 整个公司是非常的重要，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之下6个月他们就自己运营了整个公司其实我还记得啦，因为去年我们一起在那个 MRC Academy 嘛，所以我是突然间跟我讲，不好意思我生病了，所以我要 take a long leave，
很突然间的，就是一个 message 这样，可是听得出那个时候的你很 positive 了 ，very positive。这个我是觉得很多人可能在抗癌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在生意上面遇到最大的瓶颈的时候，他们很难 stay positive。这个确实还蛮重要。我觉得每一个企业家一定有崩溃的时候，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崩溃当成是下一步的这一个 inspiration 啊，给别人的这个 inspiration。当时呢，一个 inspiration 也是我的员工来到医院，他就带着这个吹泡泡的，他就说 OK， 你还没进去做treatment之前，来，你在这边就吹这个泡泡，然后你就说 blow your sadness away， 他就这样跟我说，然后真的是他就拍出了一个视频从那一边，这样我就发现到，诶，我们需要一直为自己、为大家、我们的团队去换位思考，那我们生活就会更好了。像刚才我们讲到，在这个抗癌阶段啦，那当然挑战是会有了，keeping them 全部 align 那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哦。这样有时候我们讲，在老板可能他们带队的时候啊，除了刚才所讲的 understanding 我们的这种 cross generation 的东西，那除此之外相信有一些工具嘛。HR 在 manage 他们的时候，也会想到一些工具来去 manage， 或者有一些数据的方式去看到底他们是属于哪一种人。刚才有提到你讲说 even cross generation Gen Z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哦，有一些是为什么我要做，有一些呢就是我要 work-life balance， 他的目标本来都不一致的。这样在这种状况下，好像 DISC 啊even like MBTI 啊，这些会有帮助吗？那我就要讲可能得罪人的话了，很多这些企业啊，把这个工具往往当成一个算命来去看人啊。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是很多企业，如果你问他们用 DISC， 他说这个人低啊，放他去追业绩吧，或者他是低的，他不能够温柔的对待人，对到他的人全部都是给他骂，因为他是低，或者是 I 的话，他不能思考，他不能创新。这个就变成一个好像星座的启示吧，就好像读星座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这样。真正来看这一个工具的话，其实是一个地图，不同的人他的强项的时候是怎样啊，他在好的时候是怎样，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是怎样，然后你可以怎样去帮到他，变成他可以进入这一个行为的好的状态。如果我们当做它是这样子的地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达到好的效果了。可是如果你想说刚才他是低的话，就去冲业绩，这样会不会把他就是 box 起来了？或许他想要做其他东西，或想要尝试一些东西，未必可能有一些后生的原因，他可能是一个 introvert，I don't know 对啊，低未必是 extrovert 的嘛，对不对？是的，这样他可能是一个很内向的人，那会不会是导致到反而 box 起来会有更惨的一个反效果？对，限制了那一个人的能力啊。其实，在看这个 MBTI 跟 DISC， 它也是可以变化的，就是在工作的环境下、工作的需求里面，它可以从 I， 可能它的环境需要 E， 那么它就会改变。他可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改变，不一定是说他时时刻刻100% 就是在一个同样的性格里面。想要你教大家一招啦，就简单的一招。对什么人应该用什么的心态跟什么样的性格，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一下。对什么人用什么的心态啊？跳进这个 box 一下，比方说我们很了解自己的 DISC 还是 MBTI 是什么，我们也了解对方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我们可以调理我们自己平时舒适的方式来对待人家，其实是可能别人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用那一种方法来改变我们的沟通啊、领导啊、情商的方式。可能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样子，如果今天遇到老板，我应该要用 S 还是要用 D？ 看你的老板是什么性格。我的性格啊，因为我还是有一点点 D 的成分在跟他碰撞，不理你，我就是这样。对，会有一点点。所以有时候我老板会讲 Cassandra， 你的梦想太大了。他会直接这样子回答我。还是一看到老板，我们就给他做小绵羊，我们 S 就好了啊！是，对，好。其实 S 也不一定好了，因为其实，在企业里面看到 S， 我觉得最缺乏被人认可，因为他往往会被忽略了，因为他们会觉得让别人先。我在管理 S 的时候，我反而会比较想要就是问他们的意见，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有平台去说出他们的想法。
刚才我的出发点可能有点不一样啦，就是我对不同的人，然后我就用不同的 DISC 嘛。可是你的方式就是你先 identify 他们是 DISC 哪一个，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教导他们。这可能是用以老板的方式啦，我刚才是以员工的方式，不同的出发点，可是用法是相似。相似，对对对。OK， 这样刚才我们就有讲到说HR 他们用 DISC， 因为老板他们要 understand DISC 跟 MBTI 了。我们也有讨论到讲说这个刻板的一个印象的一个陷阱啦，就如果我们 box 他们起来它会造成可能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当你们有这种不同的 DISC 的人呢，那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政治的问题嘛。就可能讲 D 的就是那种我要冲业绩，我明明就可以这样子做，可是 C 就是你等一下，好像不是这样的嘞，你要给我 SOP 先呢。然后 S 就是我没有意见哦，然后 I 就是很 maybe more of an extrovert side， 所以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 generation、不同的人格放在一起，就会导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政治的发生呢？对，其实在老板看就是看这一个是算是冲突，还是这一个算是创新的机会？因为冲突就是创新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想法来看的话，那么呢就把这一些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就会擦出一个新的火花了。这么我这样子讲呢，就是好像 Avengers 这样嘛，我们看这些 superhero 对吗？没有可能每一个都是跑快的，一定是一个跑快，一个飞，一个钻地上的嘛。所以 DISC 我们要身为一个带领的领导，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方式去看待我们的团队。擦出火花的时候，身为一个领导，你怎么样去 mediate， 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怎么样去给他们方式去发挥，怎样去创新，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加上我会看到回到一个人性的一个共同点大家是什么理由呢？就是3个字：怕吃亏。在企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怕吃亏。这么这样讲呢，就是当员工的就怕老板看不到他做的东西。可是如果他是说只是做管理的，他就说做管理的他怕员工不听他的话。高层的怕什么？责任，对，怕方向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员工不做，都是怕吃亏老员工怕新的员工取代他们，新的员工怕被老的员工打压，到中层的时候怕高层看不见，高层的时候怕那个 board 不满意。所以其实大家都是怕吃亏嘛。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当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曾经告诉过我，其实冲突是好的，只要你想看这个冲突的触发点在哪里，对方的触发点在哪里。如果你想得到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 conflict 啦。可能我用一个自己的亲身的一个 case 啦，可能问一下你意见就像当然我们会讲到说，很多不同的人格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擦出火花，因为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可能有些是对事不对人，是对人不对事。那对事不对人的就可以把 SOP 的东西全部弄好管好咯。对人不对事的，他可能 more of extrovert side 的，那他们可以去做 marketing 去比较 more on the face of the company whatever。可是好像我们以前几年前我们就有遇过这样子的 case， 就是可能那个员工他可能会有很多意见。他可能会想很多东西，直到他讲完全部所有的上司不好，然后就打来我电话，哭了1个小时多，然后就很冷静的想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哪里？是不是人家对他不好，还是他对人家不好？那我就争取两边的意见第一边我就先问这员工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讲他针对我。我就问那个上司，我讲，这样什么事情？他讲，我说，不是，他有一些部分可能要进步，所以我就写了一堆的 SOP 给他，叫他给他慢慢学习，他需要一点时间。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他是对事不对人，一个人呢就是对人不对事。这样在这个情况下大概对人不对事，他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 politics issue比如他会讲这个上司不好，讲了一大堆，然后这些 problem 可能会延伸到几年后。如果有一个老板来问你 Cassandra， 现在我有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首先呢，身为老板，往往我们都要想，其实我们想要的是成绩，而不是过程。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想这些出发点的话，在我们当先我们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诶，这个我想要这个成果，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做？可能那个方式来得到那个成果就会不一样了。如果是说，诶，对事不对人，从另一个出发点又可以想哦，这个时候你要那个感情好，还是你要赢？在每一个企业的 relationship 里面都有这一块，连我们的 partner 也有这一块嘛。有时候老板也是这样，老板也也是想要赢啊，对不对？你要赢还是你要那个感情？在这一个方面，如果是用领导的方式去想的话，其实我们要那感情。为什么呢？在培训我们往往得到的一个答案，不是他们不会做，是他们不要做。不要做的话怎样？少一点工作咯，每天进来打卡咯，然后回家咯。老板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那怎么办呢？所以到后面还是要去 align 回去啦。是you still have to face 大家坐下来 align 回去，我们 keep 那个 relationship，make it positive。对sometimes is putting on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啦。是，因为加上新的一代，他们有这个东西叫 uncapped，right？ 所以很多时候对他们来讲，新的一代的 respect 不是 saying yes， 而是跟你讲他们真实的感受。以前 OK， 我讲我们那一代好像听起来很老啊。如果明白了，我没有。时常比较有工作经验的那一代啦，就会说，哎，老板讲什么不赞同，我们都会笑着点头。我笑着点头就算了，因为尊重就是赞同，我们给的尊重就是赞同。可是新的一代就是说，如果我愿意跟你讲实话，那就是我对你的尊重；如果我不尊重你的话，我不想讲实话，是对他们的尊重的那一个意识根本就是完全不一样。可是就往往就很多经理就得到了的讯息是不一样。哇，他跟我讲这样子，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尊重，他认为这个是 insubordination， 你冒犯上司这样子，所以要把整个思维要改变，重新的再调整。这真的是要做到 alignment 哦。对，大家都要坐下来，一起重新看过你的目标，然后再以目标导向的方式去融合大家。其实出发点都是对的。这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以你自己的一个资深 NLP 的培训师来问啊，那很多人会觉得 NLP 是好像一个催眠术这样嘛，可是对我而言又不是哦，对我而言我看法会有点不一样。这样想问一下你，它算是一种催眠术吗？同一个时间能不能把这 NLP 的东西用在这个企业方面，尤其是可能 cross generation 或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或几个不同世代的人，那在 NLP 的角度是怎样的？其实真的很多人讲 NLP 啊骗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会听到骗人的，要不然就会讲哇催眠的很怕你哦这样子。其实事实里面就是 NLP 让我们活到更清澈。当初我接触 NLP 的时候，我为什么接触 NLP 呢？当时我就跟家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情啊，可以算是20年吧，就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去不讲话吵架就不讲话吵架，就已经是变了这一个阶段。可是 NLP 让我发现到，其实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NLP 给了我们一个大脑的手册，那它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想，导致到我们会说一些话，导致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一样。那我们有了这个手册之后呢，其实它就变成一把双利的刀，你要拿来帮助你自己，帮助他人呢，还是你要拿来像人家讲的，为什么会有人说是催眠啊，很可怕的东西啊？是因为那些人学会了，他没有拿来做正确对的地方。当你拿来做对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可以改变你自己命运，不一定说在企业啊，还是在私人的生活里面啊，人家讲你不可以的，你做不到的，你就会被打击啊，不能做啦觉得很伤心啊，觉得已经人生的最低落啊。NLP 其实它是一个真的一个工具，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爬上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我可以这样子整理吗？就是它是一种认识自己的一个工具。对，先认识自己，再帮助他人。对，然后先把自己看清，
或者是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或站在人家的角度去想，为什么这事情会这样子发生？可以这样子讲吗？是，那你有了一些新的一些角度，新的一些人家说老板跟员工有什么分别呢？就是在境界。NLP 就是改了我们的境界。坦白讲，我想过要去学，你知道吗？太忙了。因为要五天课程啊。5天，可是我学了2年哦。2年哦。它就有不同的阶段。所以就是那种他讲说，你一定要把所有事情放开，全部东西要摊开来讲。那如果你摊不开的话，那你就过不到那一关。是这样子啊，重新的去突破自己吧。因为很多时候，思维呢，它跟我们人生的阶段不一样，就好像我们人生的阶段，在婴儿的时候我们就穿戴布嘛，可是我们大了，人家讲，你不要再穿戴布了啊，你长大了，我们就会因为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去做改变。可是思维的这个地方，我们几时曾经 upgrade 过我们的思维，好像 Windows 这样子去 upgrade 它，去把它 clear 里面的垃圾出来，我们几时做这一个动作呢？很多人就是顺其自然呢，没有去刻意的去做。可是当你刻意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新的自由、新的选择。其实就会发现人生是很多选择的。就好像你讲说，该 soft skill 我们的一些说话术，然后再加上这些NLP 的一些也是跟我们认知有关系啦。那在 MRCA Academy 里面，如果他们是想要有这样子认知的一个课程的话，MRCA Academy 有这样子的课程吗？是来到 MRCA Academy， 在去年的时候2年里面，我们有做了好多系列的培训，就培训了差不多105个人，在不同的就是这个范围里面去教他们要怎么样用 AI 做决定啊 ，DISC 也有这一种课程呢，然后怎么样顾那个库存啊，所以有不同系列的课程。在这一边，我们通过 MRCA 的 Foundation， 让我们的 members 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福利，是他们不需要给钱的。所以如果外面上课 HRD 的话，就1天1300块，他们送2个员工来的话，就已经是2600，是免费给他们。然后我还听说有 scholarship， 是不是？是的，在今年的话，我们就做了一个International Diploma for Retail Trainer and Coach， 所以这一个就会教导这一些零售家怎么样去顾这个新的 Gen Z 啦，所以这个是他的 main 的这个课程，然后怎么样让他们做 on the job training， 就是讲我不只是给他一个 SOP， 可是我怎么样可以去 guide 他，让到他口服心服，而不是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冲突啦，所以我们就教导他这个方式呢。所以就希望啊，如果你的听众在听着的话，如果你是 MRCA member， 就要记得来上这个课，因为现在就要开课了啊，在9月、10月就要开课了，所以记得来上这个课，因为它是 value at 12880，然后 member 是不需要给钱，1分钱都不用。这样很值得啊，你变 member 也不用12钱啊。对，变 member 才几千块而已耶。这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会把这个 MRCA 的那个 registration form 的连接放在文贴里面，所以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那边查看哦。好，这样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整理一下，我们就讲到说人才的部分啊，不同的人啊，这样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生育率啊，就是我们的 fertility rate。那马来西亚呢，很可惜，我看到最近的数据啊，就是华人就是0.8到0.9，所以一个家庭可能都没有1个孩子，其他的有猪还好有超过1。那这边就对我而言啊，它是一个趋势啊，趋势就是人口会越来越少，或者会越来越年长。而在年长的一个趋势，或者加上孩子越来越少的一个趋势里面，当然除了要努力做孩子之外，就会看到很多 AI 的运用哦，因为人就是不够嘛，这样他们就要靠科技去补这些人的部分，尤其是 AI 的这个新的浪潮啊，它也在席卷这个零售业嘛。那 AI 在这个零售业里面，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什么状况下可以用 AI？ 很多人就你知道吗？我们也去吃饭，然后就吃饭，不是有一个 robot， 他就 send 那个食物嘛，对不对？他就 send 那个 robot 这样子 send， 他讲那个是 AI， 什么屁？那不是 AI， 它只是一个 robot， 只是一个送餐的 robot， 它不是 AI。The question 是 What is actually an AI 呢？在这个零售业里面，真正可以用到的，好像你刚才讲到，数据是一个，那还有其他的方式。
那 AI 呢，就是想到首先它是从数据开始的，那怎么样去用数据去简化、转化跟优化你的整个客户的这个旅程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回到原点，去思考当初为什么每一个生意转化，其实就是客户呢。当我们要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出发点去想，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它就是跟风了。大家说，哎，你有没有用过这个 AI 这个这样子那样子，之后他们就很快速的就一起跟风。那过后就会讲，哦，我花了很多的资本，可是没有效果，也不懂自己在做什么。对，说真的，真正的就是要回到这个原点，就是说原本你为什么要去转换你的企业？想在客户的出发点，去到这个 fidelity rate 来说的话，AI 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企业的地方。为什么呢？运用 AI 筹备你怎么样，到时候当你的顾客来到店面的时候，给他一个更丰富、更开心、更美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已经了解他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食物、咖啡，还是tea，你已经了解到完了，那就是到你的员工怎么样去给这个客户他的体验了，他就觉得哇，你怎么样知道的？其实是 AI 把 data 全部 personalize， 让你的员工更加好的去服务他。可是往往就是企业 adopt AI 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让员工知道为什么 adopt AI， 那员工就是 resist， 就是不要去怕被取代。对，怕被取代，不去学这个 AI 的 tool， 就到最后没有去学，就老板的损失哦。到最后就是发生什么事不知道，钱是花了，可是没有落地啊？为什么？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重新的让我们的团队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用 AI， 用 AI 来做什么？我们团队的岗位怎么样会改了？他们的工作会不会稳固？在公司里面，公司的方向是什么？这些都非常的重要。Dr. Cassandra， 你刚才就讲到说，他用数据去了解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这样如果讲说，好像一个门店进进出出，你怎么可能知道嘞？可能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在运用这个 AI 的时候，已经看到在 University Pharmacy 有很丰富的 data 已经开始用了，就是他们的客户还没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有什么些健康的问题呀，他们现在买过什么 supplement 啊，全部已经是在他的系统里面了。他开始跟员工沟通的时候，员工就可以很准确的回答他的问题，可以有这个安全感啊，去购买店的这个货。然后加上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守着我们的客户，因为 pharmacy 其实也是很多，我是哪家店啊，太多了，你要买 supplement 也太多的地方了。可是在哪里真的可以给你一个很专业的一个 feedback， 可以让你有这个安全感，其实就是 AI， 如果你有充足的这个 data， 你就可以让它有这个 personalized 的体验了。这样我可能用产业来解释啊，就看一下我的想法对没有？那如果讲说我是一个产业，今天这个客户进来，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之前点过什么，我就可以走过去问，哎，上次你吃拉面了，今天要不要试试看乌冬啊？其实是可以的，还蛮有趣的哦。这个确实是可以的。这个在 Zeus 里面曾经有分享过，就是如果你用过 Zeus 的 app 买咖啡，然后你是喜欢喝咖啡的，在下雨的时候，就是运用这个 AI 来 detect 下雨 weather forecast 跟 push 这个 message， 只是给喝咖啡的人。你想喝一杯热的咖啡吗？interesting。可是到后面还是需要有人在店里面，所以 AI 还是不会取代人的。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信息还是蛮重要的。它只是可以帮助到在我们整个分析 analysis， 然后整个 customer 的 experience 和 satisfaction。可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零售这一个 physical contact 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对，非常重要。所以零售现在其实他们更加的需要去思考在店面的体验是什么样子，而不仅仅是想着，在店面就是只是想到销售，不可以了，因为客户已经比我们更加懂我们的产品了啊。那怎么样给他好的体验，怎么样给到他 personalized 的体验，才是现在最重要的。那 Dr. Cassandra， 刚才也 share 了你的一些亲身的经历了，包括你自己抗癌的这个经历了。其实对我来讲是还蛮有感触的，因为他其实确实走来不简单啊。而且你是女生哦，然后有孩子，
尤其是我们讲说在女生创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比起可能一些其他的男生，他们可能考量的会比较多，有家人啊，有孩子啊这一些。这样可以问一下，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创业这样她遇到的这些挑战会有什么？然后如果你想要跟这些在创业的一些女生讲说，好，找出你的力量，那你会跟他们怎样讲？我觉得我还算是蛮 lucky 的，因为我的才华有被先生去看出来，去挑出来啊。然后当中可能我也有一点点的低，所以我时常会讲出我的想法，即使被打击，我都是会讲出我的想法。如果真正的分享，不只是整个企业零售会看到，可能10个人里面，10个企业家里面，可能8个9个都是男孩子。那身为女企业的话，要用怎么样的思维呢？那我们需要以这一个出发点，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最高的情绪价值的，因为女孩子通常人家都会讲，爱的是情绪价值很丰富很好，还是你知道另一边情绪化对，情绪化，情绪丰富跟情绪化就是一线之差而已。对，一线之差而已。所以其实当我们情商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男孩同志是吗？是这样讲吗？男孩同志告诉他们哪一些方面需要去 take care， 哪一些方面 EQ 的那一方面，沟通的那一方面需要去更加的婉转。我们有这个岗位 ，as Cheryl from 这个 Facebook last time， 他也有一本书叫 Lean In， 就是他们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当问谁要得到升级的时候，往往男孩子的话，他就会很快的举手，就会说我想要，然后他会有10个20个理由为什么他应该升职。可是往往你不会见到女孩子会说我想要升职，会很少见到。所以我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女孩子需要更加勇敢，更加的去，不只是勇敢，可以把自己放在工会来 MRCA 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有 Women Division 去得到这个能量，得到这个 support。因为在企业的挑战里面，往往大家都会遇到相似的这一些挑战。那如果你有大家是一样是女孩子的话，这样你讲出来了，你可以更加的坚持，更加的坚强的去走下一步。你们要勇敢哦。这样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团队的一些处理方式，一个管理，同一个时间有讲到 AI 逆袭的部分，要懂得怎样去adopt 啦，要怎样去学啦，要懂得怎样去选择。那当然我个人会认为，会相信这句话，就是经验是可以购买的，然后经验是可以通过培训去得到的，更何况如果是在 MRCA Academy 根本都不用给钱，所以经验是免费的。那如果你们是一个 MRCA 的会员，那记得你们去参加更多的 MRCA 的课程。那同一个时间，如果你们不是 MRCA 的 member 的话，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文题里面的连接去了解一下。好，那谢谢 Dr. Cassandra 今天的一些分享，谢谢你松，我们就下一个 Subscribe Show 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